田总，你们怎么搞到了这种地步？我们已经向李顺东的天使集团发了律师函，他们侮辱我的人格，对我的名誉和公司的商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荣成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那你们怎么不起诉李顺东和天使公司呢？律师函收到以后，他们再不停止伤害，马上起诉。欢迎光临，没事。李天使，现在够胆啊！敢请我在荆州第一贵的地方搓，怪不得动人的歌谣唱“荆州出了个李顺东”。要让我实话实说，这第一贵的好地方我也是第一次来。鲍鱼鱼翅怎么吃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要是知道，一会儿点，别考虑价钱。好啊，我今天就好好宰你这个魔鬼一顿，报仇雪恨。对，带着仇恨吃出感情来，燕儿。为了这一天，我等了2年零48天。我当年收了你妈的10万元，我就是为了有这一天。李顺东，我恨不得生嚼了你。哪个屋啊？这到了。来，燕儿。钱总，我今天真的是太忙了，你有事儿就快说，融资借款免谈，我们的困难不比你小。我知道。呀，我也知道你们荆州能源也挺难的。今天我来，一不要融资，二不要借款。吴雄飞市长在银企协调会上已经亲自发言了，要支持民营企业。城市银行也答应给我们5亿贷款，但是要担保，所以我想请咱们荆州中孚为我们集团做个担保。你可真敢想！我的天哪，钱总，让我们中孚集团替你们做担保。别说咱们从来没有这种担保关系，就算有，我今天也不敢替你做担保。谁不知道防火、防盗、防荣成？你们荣成欠债太多了。石总，你也别一口把我回死了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啊，行，别说了，我马上要开会。不，石总，真的石总，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但凡有条地缝可以钻，我都得钻呐。我今天把丑话说到前面，你可以骂我无耻，我无耻了，我不要脸了，我就是无耻小人。你想说什么呀？荆州中孚给我们集团做5亿担保，必须的。5亿担保，还必须的？你疯了吧你？想喝点什么？想喝你的血。行，我的血以后咱慢慢喝。今天咱喝点酒。燕儿，我觉得没有当初的舍，就没有我今天的得。我是为了以后我们的幸福，先做了一步小的退让。李顺东，看来你是真发了呀。有发的意思了，所以我才敢来见你。我当初答应你妈，只要我收了她10万块钱的创业费，今生今世不再和你见面。那为什么今天又见了呀？感谢我替你找了王大眼。绝对不是啊！我当初是以退为进，我准备跟你妈反悔了，毁约。我把她给我的10万块钱连本带利我还给她。毁约？这可不是大男子汉的所作所为。错，这是大英雄的所作所为。真正的男人，为了心中既定的目标，敢退敢进，绝不囿于小道德的困扰。言而无信，是道德品质问题，很严重的。用金钱去收买爱情，收买者更不道德。那我们为了这不道德的交易，冲破道德的小底线，上帝都会原谅我的。上帝原谅你，我不原谅你。我没疯，我会死，但我不会疯。石总，我没有威胁你，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个事实。5年前金丰矿、金盛矿的产权交易是你一手经办的吧？
47个亿的交易额里面产生了10个亿的交易费用，这不是一件小事吧？石总，钱总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受贿10个亿？我没那么说，我就是说，这笔交易产生了10个亿的交易费用。如果石总你的记忆力不好的话呢，我也可以给你提个醒。这笔交易，我们荣成集团和黄清源的清源矿业都有份儿，我们2个占10%的股份。虽然我们2个的股份加在一起只有10%，但是账目是要看的。傅长明也是讲规矩的，交易完成之后，账目清单就交给了我们，现在就在我手上。石总，开会了。这个会我不参加了，我马上要去医院。您没事吧？那咱们的会议谁主持呢？让毕总主持吧，就说我说的。哎，好。燕儿，你别这样。你妈绝呀！她不但是企业家，还很懂行为艺术，她堪称行为艺术家。她不是简简单单拿了个银行卡给我，她是把10万块钱现金堆在了我的面前，10万块钱现金，燕儿很有分量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呢？爱情在10万现金面前，就变成了根轻飘飘的红毛吗？我承认，事情就是那样。我当天泪流满面，而且你扑通一声跪在了我妈面前。你妈跟你说的？对啊，我妈回来之后告诉我的。我妈说你跪在她面前发了血誓，说从此以后跟我一刀两断，不再来往。李顺东，你怎么干得出这种事儿呢？你啊，这是事实吧？事实。但是他不应该告诉你，这样对你伤害太大了。哦，你知道对我伤害大呀？我就值10万块钱啊！你知道我妈那天出门的时候带了多少钱吗？50万，10万就把你打倒了。所以李顺东，你就那么点小出息，你别怪我瞧不起你。50万？你妈那天是把包里的钱全都掏出来了？另外40万就在隔壁房间的保险柜里。你哪怕假装相信爱情，再多坚持10分钟，也许就能给这笔爱情多卖点钱。怎么样？可惜了吧？不可惜。燕儿，我已经后悔了，我现在后悔莫及。后悔晚了。我后悔莫及。姑奶奶，我这辈子就是嫁只狗也不嫁你李顺东。你这么一提，我也想起来了，这笔矿产交易的甲方的确是由3名股东构成的，但是交易期间你跟黄清源都没露面，对吧？没错，我跟清源的股份加起来一共10%，我6%，清源4%。交易关系是傅长明的，我们跟着赚钱就行了，管那么多干嘛呢？不过说句良心话，这笔交易我投了6000万，净赚2个亿。那也就是说，无论是我们荆州中府，还是傅长明的长明集团，都没有亏待你跟黄清源，是吧？是的。所以石总，我一上来不就丑话说到前面了吗？燕儿，燕儿，这么贵的菜刚上桌，吃点啊。
吃一点吧，我吃不消。那你下点啥？5000多呢。让开！燕儿，你别这燕儿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姐夫，我在报吃馆，赶快过来。像我这样的人以前是少有的，但是现在经济脚步太快了，灵魂跟不上，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悲哀呀！别在这假悲哀了，你也想一想，是不是找错敲诈对象了？没错呀，傅长明给我跟清源的账单上有这10个亿呀。就算有这10个亿，傅长明就一定是行贿给我10封信了。来之前我也想过了，石头，你没那么大胃口。就是，这10个亿，会不会是傅长明虚构出来的呢？也有可能本来是10个亿的行贿，但是3、5个亿就搞定了。但是傅长明这个人我是了解的，他信奉的原则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。现在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，有不少内鬼、外鬼、土鬼、洋鬼在给他推磨。那我也是内鬼外鬼之一了。钱总，你也不要欺人太甚。哎呦，石总，我哪敢欺负你啊？我是来恳求你的帮忙。我要是帮不了这个忙，不帮这个忙呢？有可能我脑子一短路，就把这个账单呢交给有关部门，让专业人士来查一查这笔可疑的交易和这10个亿的去向。不过石总，如果你问心无愧，对得起党和国家，没有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，你不用怕。滚出去！滚！鲍鱼、鱼翅、龙虾，可以啊！我都没想到这辈子能得一次牛实验的机。你得计了，我的天使飞了。行了，没动过。啊，好久。我走后，荣成项目都会开得怎么样？他们七嘴八舌提出了不少意见，但是呢，没有一个行得过的。咱们荣成项目组应该小心一些了。刚刚牛实验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钱荣成最近急眼了，饮鸩止渴，竟然又借了烟台信信担保公司8000万的高利贷。真的假的？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肯定是真的。他现在这个状态啊，就叫做狗急跳墙，啊，就是只疯狗。但是我们不能随着他的节奏走。我们现在的状态那叫潜龙在渊。所以那奔驰邮件行动我们要取消，一来小心被哪儿再给执行了，二来小心钱荣成手下什么毛6毛7跟咱拼命。明白。好吃吗？你是在威胁我吗？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个事实：5年前金丰矿、金盛矿的产权交易是你一手经办的吧？47个亿的交易额里面产生了10个亿的交易费用，这不是一件小事吧？
账目是要看的。傅长明也是讲规矩的，交易完成之后，账目清单就交给了我们，现在就在我手上。喂，老妞，马上回家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回什么家？我在金风矿呢，有事你电话说。我电话里说不方便，尽快回来，晚上一起吃个饭。我说今天过什么节啊？今天倒霉节。你啊，你不倒霉，你想不起我来。你打起精神啊，站直了别趴下。老妞，等你啊。好。林满江的电话没敢打，他甚至都不知道该对林满江说什么。钱荣成说的交易费用不会是真的吧？自己难道是林满江的白手套？天哪！现在反腐倡廉的态势这么严峻，集团的审计交接又步步紧逼，一颗不起眼的小石子也会激起千层浪。石红星感觉喘不过气来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！这以前我和我妈来北京啊，那都是我三哥齐书记请吃饭。三哥，今天我做自动啊，既代表我妈，又代表领导。哎，老陆，你来作陪啊！今天一定要让领导吃好喝好。啊，今天我作陪啊，改天我单请齐书记。别，老陆啊，你就别请了，最多请我喝茶得了，没准哪天我就落你手里。齐书记真会开玩笑，不是你让我过来协助调查李公权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让你来了？你可是林董亲自点名来办案的。你不点，三哥，这酒不错啊！来，多喝点，多喝点。来，喝酒。齐了，老牛吃吧。都主动下厨给我做饭了，看来这回麻烦不小啊。有件事拿不准，你给我参谋参谋。喝吧。哎，咱不等等咱们那个大记者会女啊？听说她那篇棚户区里的呼声特别火，等她回来，咱们一块庆祝一下。回头再庆祝吧。我有事跟你说，闺女不在正好。好，那你说吧，看看为夫能帮上你什么小忙。你先喝点酒压压惊。惊啥惊？我不惊。你说。老牛，你能想到吗？荣成钢铁集团钱荣成那个奸商，今天忽然来找我，他胆大包天，竟然要求我们荆州中府替他们荣成钢铁担保贷款5个亿，这肯定是个套。他怎么敢来找你呢？钱荣成敢来找你，这里边肯定有名堂。敲诈。那钱荣成为什么要来敲诈？他为什么要来敲诈你呢？他为什么不来敲诈我呢？一言难尽。不急，你慢慢说。
说。真是眼睛一眨，老母鸡变鸭。本来我在北京好好的搞我的企业文化，林董非要把我调到荆州去，结果一到荆州就出事儿了，王平安跑了。这不是吕德光弄了个328吗？是，齐书记啊，你看，哎呀，你这命啊，真是太不好了。是啊，命不好啊。可是我这命不好也就罢了，是谁在我的房间及时安装了一些摄像头呢？啊？有这事儿？老陆啊，你是党委副书记，还兼着纪检书记，是不是你好心，怕我犯错误，给我采取了一些措施啊？啊？没关系，实话实说。今天咱们这种朋友喝酒的场合，尽管说。哼，齐书记啊，你又开玩笑了。你是谁呀？你是林董的亲信大红人，心上人的老大。哼，我不想活了。您就是借我个胆儿，我都不敢呐。是，要是林董借你个胆儿，你就敢了吧？是不是啊，老陆？哎，齐书记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是林董命令我在你的房间里装摄像头？那这酒没法喝了。你可以诬陷我，但你不能诬陷林董事长。对，凡事要摆事实讲道理。我说这话没过脑子，自罚一个。我赔一个。我知道你开玩笑。哎呀，可是皮丹，我只是奇怪了，你说是谁，在我刚到荆州就在房间里安装了几个摄像头呢？这不是明摆着给我设局吗？谢书记啊。那你也不能怀疑林董啊！你这真让林董知道了，那得多伤心呢。是。可是这个话只要你们俩不说，林董是不会知道的，对吧？我肯定不说。不说，求求不说。三哥放心啊。不过三哥，你现在毕竟是一把手了啊，有很多事啊不能由着性子来，在很多场合有很多话。一定要注意点，啊！是啊，齐书记啊，这个一把手啊，就得有一把手的水平，是吧？你看你这个就职讲话的时候，你就有瑕疵啊，你就是让人产生误解，是不是？林董真值得我们学习，林董讲话，那真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，好好的揣摩。没错，意味深长，回味无穷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值得揣摩研究。可是我记得前几天还有人在一天到晚四处骂林董，甚至当着石红杏的面都敢破口大骂，怎么现在自己却钻到铺子里去了？老陆啊，听我一句劝吧，没什么事儿，尽早回到荆州去吧。一天到晚在这儿瞎泡什么呀？我泡什么呀？我是执行林董的指示，我在这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。齐书记啊，你就这样评价我呀？啊？不是啊，齐书记啊，你今天这出是冲我来的，还是冲林董来的呢？我是冲工作来的。行，你们二位都是闲人，慢慢喝吧，啊，喝吧。我回馆审阅布展稿去了。哎，不是，三哥，饭还没吃完呢。装什么？算了，他这个人呢，就这样，什么事儿都较真儿。甭管他，咱们吃咱们的。皮主任，
提醒一下领导，小心这个白眼狼。放心，领导心里有数。红杏，这个事儿我一点都不意外，我甚至是意料之中。烟台矿业集团当年15个亿都不要的那2个矿，咱们荆州中孚47个亿拿下了。这里边的事儿你不懂，林满江也不懂吗？好，现在钱荣成来揭秘了，10个亿的交易费用，10个亿呀！你没拿，你敢保证林满江也没拿吗？怎么可能？他会拿10个亿？林满江是什么人？一身正气的兄长，两袖清风的领导，你打死我也不相信他能这么贪。患难见真情啊！傅长明和石红信这次争着为我担保，真是够意思。弟弟，我这次呀，死里逃生了。那好啊，贷款额度我给你留着呢，你抓紧啊。但是还是有个小问题，中孚为私企担保呢，需要走程序。这5个亿的额度呢，必须经过集团董事会决议通过。石红信说，怎么着要等个10天半个月。这我理解，像中孚这样的大型企业办事确实是拖拖拉拉的，要不然就别等中孚了，你去找长明集团给你做担保，怎么样？长明那边也要等一下，要等到他们开董事会的时候呢，过一下会。你知道，人家500强的企业，怎么能为我们这个小小5个亿的担保专门开一次董事会呢？不可能嘛！是，你这5个亿啊，在长明集团啊，屁都不是。哎呦，对，屁都不是。石红杏啊，你不愿意相信林满江贪污啊，我也不愿意相信。但是这47个亿的可疑交易是事实吧？盯着这个事实质疑的，他可不是1、2个人。我觉得这里面问题很严重。钱荣成的揭秘，他不可能是讹诈。老妞，你先冷静一些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都不要意气用事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一直很崇拜林满江，你心里很不舒服。不，红杏，现在不是我意气用事，我心里舒服不舒服没关系。现在的问题是你这个大傻子，你别让林满江卖了还帮他数钱啊！别总是小瞧我，我是大傻子，我智商低，我还当什么老总啊？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自己认识不清，自以为是，你这是在作死啊！行，不说了，没说点有用的，净打击我。好，我现在跟你说点有用的。你是不是当真觉得钱荣成是在讹诈你？没错，就是讹诈。钱荣成负债累累，他狗急跳墙。好，那你就去报案，让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敢去报案啊？你是怕公安局还是怕检察院啊？是对你那个一身正气的兄长、两袖清风的领导没信心了吧？不是。钱荣成说的这10个亿，可能是讹诈，但是报案也不合适。为什么报案不合适？林满江，毕竟在中孚集团干了这么多年的一把手。齐不安上任头一天，王平安、李公权就跑过去送礼。你说林满江万一一念之差，收了谁10万8万，我不是把林满江给害了吗？哎呀，青莲呐，青莲呐！哎，林满江收礼才收10万8万啊！石红杏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不去报案，这10亿大案只要它真实存在，就有人去报案，谁都能去报案。钱荣成也能去报案，而且在钱荣成眼里，你跟林满江就是一伙的。你说，
老牛，你反倒提醒我了，我是不是不应该把钱荣成赶走啊？你当然应该把他稳住，把事情搞清楚啊！喂，石总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正在这个城市银行胡行长这里谈那个贷款细节呢。对对对对。钱总，你走后我想了一下，担保的事儿也不是一定不能办。问题是，齐本安董事长过来了，担保的事儿不通过董事长和董事会肯定不行。我要给齐本安汇报一下再说。现在齐本安人在北京。好，石总，那您先汇报啊，我就静候佳音了啊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胡行长呢就在我跟前呢，您能不能跟他说一下关于贷款的事儿？这个胡行长一直不相信中福能够为我们荣成做担保啊。算了吧，我们荆州中福和胡行长也没什么业务关系。不，您就实事求是地说一句，正在研究为我们担保。啊，石总吗？是我。石总啊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这么点小事还麻烦您。民营企业也是兄弟企业，吴市长亲自主持引起协调会，要求我们大家帮助一下有困难的企业，那我们就帮一帮吧。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要研究，要走程序，最后董事会决定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石总啊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但愿别把荆州城市银行给坑了。这个你放心，你坑不了荆州城市银行，他们那胡行长比猴都精。过来，兄弟，坐。哎呀，没想到兄弟，你这次真跟哥说了句实话呀。你是知道我的，佛家不打诳语。哎，咱可不敢打着佛家的旗号骗人，到时候报应会很大的啊！你这个电话一打呀，我算是暂时稳住了钱荣成，但同时，他也会确信你跟这10个亿的交易费用有关。所以我想，我赶快去一趟北京，跟林满江当面汇报一下。哎，那如果林满江真的贪了这10个亿，你这样去汇报，这算什么呀？纪检和监察部门会怎么看？而且你跟他还是这样一种关系，那可能我就成通风报信了。不是可能，你就是通风报信。红杏，今天到这个份上了，咱们能不能坦诚相待？能，你说呀。那我问你，这10个亿的交易费用，当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？你一点好处都没拿？我说的不仅限于现金，比如说股份，傅长明或者和傅长明有联系的第三方公司，就没有送给你和林满江股份吗？没有。具体皮单谈的，林满江让签字儿，我就签字儿。皮单谈的应该他签字，为什么让你签字啊？皮单那个时候不是董事长，我兼荆州能源的董事长。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蠢的。哎，林满江让你签字你就签，你没脑子啊你！你现在已经让林满江套得死死的了你。哎。
林董指示啊，香港这块儿要重点突出1994年底香港沦陷以后，我党组织的文化名人大撤退。这块要明确一下啊，香港撤退是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进行的，东江纵队功不可没。我们香港公司也拿出了全部的家当支持这次行动。喂，牛总啊，什么事儿？季书记，什么事电话里不方便说，要不然我去趟北京，或者等你回来咱们当面说。京风矿、京深矿的交易涉嫌重大腐败。啊？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就赶回去吧。煤矿安全可是天大的事儿，你们千万不能大意。啊？我马上赶回去。我们见面说吧。就按这个方案改吧。改完之后，报批主任。好。然后告诉批主任，荆州煤矿出现了透水事故，我要马上回去处理一下。哦，好的好的。那季总，这次让您受累了。季总，我们改好以后微信发给您，您帮我们再看一下。好，你们再核对一下，有什么情况直接联系我。好，好的，季总。那您慢走。好。什么？齐本安回去了，回荆州了？是啊，挺突然的。昨天晚上我还跟他一块吃饭呢。文轩那边怎么说？什么事故？是哪个矿？具体不清楚。文轩那边的人只是说有一个矿发生了透水事故。到底是哪个矿？死人没有？死了几个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大哥，文轩那边的人说，齐本安离京的时间是昨晚9点多，是直接从展览馆走的。您交代整改的地方，他倒挺负责，全都安排改了。荆州那边一出事儿，所以他才临时决定回去的。没那么简单。皮特，你给荆州那边打个电话，通过熟悉可靠的同志了解一下，看看荆州昨天晚上是哪个矿发生了透水事故。明白。搞清楚，马上向我汇报。是。我敢打赌，林满江现在在查你齐本安在哪儿呢。昨天你在电话里一抖机灵，说出了透水事故，没准林满江就在查哪儿出了透水事故。所以昨天晚上到了机场，我就让你赶紧安排对策嘛。是，我是都布置下去了，我跟调度室都交代了。但是我估计林满江啊，咱瞒不住他。你想啊，皮丹一直是荆州能源董事长。他下边熟人下属一堆呢。大哥，京东矿调度室倒是说，昨天发生了起透水事故。我找到了昨晚值夜班的一个调动以及一个夜班区长，可他俩都说没有听说发生什么事故。所以我觉得，是不是齐本安伙同牛俊杰说谎？就算有事故，那也没有死人。所以这个齐本安根本没有必要急着赶回去。那你说齐本安为什么要说谎？为什么要急着回去？有可能是牛俊杰发现了什么，他急着和齐本安见面。给石红信打个电话问下情况。我打过了，可是红杏姐说话总是支支吾吾的，有点装天真。无所谓孤独，无所谓因素，唱歌当痛苦。人生的脚步，追逐着幸福，总有风雨骤。黎明的光辉穿透夜的黑，点亮你的美。谁搬就搬退，
风